智利是拉丁美洲最发达的国家。在欧洲人发现美洲之前，阿塔卡马沙漠以南的土地就被原住民称为智利。西班牙征服者在新卡斯蒂利亚和新托莱多定居后，继续用这个名字称呼南部地区，这个名字后来被泛指智利全境。在古代印第安人克丘亚语和艾伊马拉语中，智利意为天的尽头。由于地处美洲大陆的最南端，与南极洲隔海相望，智利人常称自己的国家为天涯之国。智利是世界上国土最长的国家，它就像一根被太平洋与安第斯山脉夹在中间的细长辣椒。智利在西班牙语中就意为辣椒。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估计智利约有100万原住民。这些原住民由不同的族群组成，社会发展尚不成熟。北部、中部和南部的原住民以几百人为单位聚居。最南端的原住民被称为阿劳卡尼亚人，他们与北面的印第安人不同，他们没有演变成部落。阿劳卡尼亚人不重视农耕，主力依靠狩猎、采集、捕鱼、义务为生。1536年，西班牙人首次与智利的原住民接触，当时一支由迭戈·德·阿尔马格罗率领的探险队从秘鲁出发。阿尔马格罗曾在征服印加帝国的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事件被称为大发现，也有人认为是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在1520年环球航行时成为第一个抵达如今智利的欧洲人。阿尔马格罗对智利的探险仅局限于北部和中部，因未能找到黄金，阿尔马格罗最终失望地返回秘鲁。阿尔马格罗的军队带回了令人沮丧的消息，阻止了进一步的征服尝试。直到1541年，阿尔马格罗死后，皮萨罗看到了智利中央山谷的农业潜力，他授权佩德罗·德·巴尔迪维亚殖民该地区。巴尔迪维亚带着大约150名同伴，于1540年底从秘鲁进入智利，并建立了包括现今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在内的多座城市。在接下来的20年里，定居者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不断受到反抗奴役的土著居民的威胁。在殖民地的安全得到保障之前，土地被分配给征服者，由此开始了大庄园制度。尽管西班牙军队在圣地亚哥地区成功抵挡住了原住民的进攻，但在南部地区却未能幸免。1553年，马普切原住民俘虏了瓦尔迪维亚，并将其处决。这是西班牙征服美洲的领袖首次遭遇如此命运。马普切人继续顽强抵抗，并于1598年在库拉拉巴战役中击败了西班牙军队。反抗西班牙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每次马普切人和其他土著民族发生起义，殖民地的南部边界就会一点点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国王认识到奴役只会使马普切人加剧反抗，于是他在1683年废除了奴隶制。尽管国王发出了禁令，但当地的殖民者依旧我行我素。由于西班牙殖民者受到土著居民与英国海盗以及后来的荷兰冒险家的进攻，因此西班牙在智利地区驻有大量常备军，使其成为西班牙殖民地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庞大的军队也消耗了殖民当局大量财富。由于智利的贵金属储量十分有限，定居者很早就将注意力转向了农业。他们种植种类繁多的谷物、蔬菜和水果，但这些农产品的产量却只仅仅够满足智利地区的需要，无法出口到其他殖民地。由于智利较其他殖民地贫穷，因此人口很少。到16世纪末，整个殖民地的西班牙定居者不超过5000人。需要指出的是，从1600年开始，直到殖民后期贸易限制放宽，智利一直是西班牙帝国的赤字地区。西班牙王室每年必须提供补贴，以支付圣地亚哥官员和阿劳卡尼亚边境军队的维持费用。在此期间，智利人口结构出现了极大变化。欧洲白人和印第安原住民生下的混血后代麦氏蒂索人占总人口的60%，在当时直接从西班牙来的欧洲白人地位最高，接着是欧洲白人的后裔克里奥人，其次是麦氏蒂索人与印第安人，地位最低的是非洲黑人。受地形影响，智利与其他地方往来不便，殖民者对于智利的统治鞭长莫及，很难直接管理。为了应对这一问题，1778年，西班牙殖民者特地在秘鲁总督区内单独设立智利都督区，以加强管理。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于1810年占领西班牙，
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遭到严重削弱，殖民地人民逐渐觉醒，风起云涌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开始爆发。1810年9月18日，智利以被废黜国王继承人费迪南德的名义成立了军事政府，并宣布智利成为西班牙君主制下的自治共和国。9月18日后来也成了智利的国庆日。智利宣布实行自治后，虽然很多智利人倾向趁此机会完全脱离西班牙，但一些与西班牙有紧密连结的社会上层人士却因为利益关系表示反对，使双方日渐形成两股互不相让的势力。身为自治政府主席的荷西、米格尔、卡西及其兄弟本来支持智利独立，但因个人野心和政治利益，却开始对独立运动避而不谈。此举刺激了智利的民族情绪。当时，西班牙趁着智利内乱之际，从秘鲁调动军队，成功推翻了智利自治政府。后来，智利独立运动领袖奥西金斯在阿根廷组织军队，在阿根廷独立战争的英雄圣马丁的帮助下，奥西金斯带领军队越过安第斯山脉，打败了保王党。至此，智利结束了西班牙近300年的统治。独立之初的智利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智利的国土全部分布在安第斯山以西的狭窄地带，高耸入云的安第斯山让智利完全没有缓冲地带，一旦遭受外来入侵，国家就有覆灭的风险。智利独立后，奥西金斯政府采取了如取消贵族爵位、发展公立学校和鼓励对外贸易等措施，此举触发了地主阶层的不满。1823年，奥西金斯被迫辞职，流亡秘鲁。1823年至1830年间，圣地亚哥经历了8届政府更迭，这种不稳定反映了圣地亚哥与各省之间、中央集权支持者与联邦制拥护者之间的权力冲突。两大派系逐渐形成，最终演变成保守党和自由党，前者捍卫中央集权政府和天主教会的权利，后者则主张联邦制，并削弱教会的影响力。1831年，保守党上台执政，制定宪法，赋予总统极大权力，以确保地主阶层的利益，并确立天主教为国教。在这期间，保守党政府大力发展铜矿业，改善了智利的经济。当时，南美太平洋沿岸阿塔卡马沙漠蕴藏大量硝石，硝石是用来制造化肥和火药的重要原料，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秘鲁和玻利维亚控制了阿塔卡马沙漠绝大部分地区，智利则只占据了一小部分。1864年，西班牙也想抢夺这个地区的资源，于是玻利维亚暂时放弃与智利的争议，划定了一条含糊不清的界限。当时，智利与英国的关系很好，两国组成了硝石公司，在阿塔卡马沙漠开采硝石矿藏。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1874年，智利放弃南纬24度线以北地区的权利。作为交换，玻利维亚同意硝石公司进入自己的安托法加斯塔地区采矿，玻利维亚还承诺在25年内不增加对智利公司的税收。这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协议，智利和英国获得了矿产资源，玻利维亚获得了稳定税收。可是，1878年玻利维亚发生政变，新上台的伊拉里翁·达萨为了筹措军费，单方面撕毁协议，提高硝石公司的税率。硝石公司拒绝纳税。于是，玻利维亚干脆没收了硝石公司的全部资产。在英国的支持下，1879年2月14日，智利出兵占领了玻利维亚最大的港口城市安托法加斯塔。在这之前，玻利维亚与秘鲁签订了协议，建立了同盟。秘鲁很快被拉入战争。4月5日，智利向玻利维亚和秘鲁宣战。智利有英国撑腰，从军事实力上来说，远远强于秘鲁和玻利维亚。海军舰船是后者的2倍，而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陆军装备低劣，玻利维亚军队里的印第安人脚蹬凉鞋，靠弓箭和十字弩作战，连火器都不能使用。但是秘鲁和玻利维亚对这场战争准备得非常充分，一度将智利军队打得措手不及。智利随即利用海军的优势，对秘鲁和玻利维亚两国海岸线进行封锁，并在海战中歼灭了秘鲁舰队主力。接下来的几年，智利以一己之力与秘鲁和玻利维亚对阵，取得了连战连胜的骄人战绩，将领土向北拓展了1/3，直接把玻利维亚变为了一个没有海岸线的内陆国家。这场战争让智利获得了大片硝石产地，
差不多垄断了当时全世界的硝石市场，智利的经济因此成为与阿根廷、巴西并立的南美洲强国。在向北扩张的同时，智利盯上了南方的火地岛。在巴拿马运河开通前，火地岛是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唯一交通要道，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火地岛处于安第斯山脉以东，相对于智利，距离阿根廷更近。智利担心，如果火地岛落入阿根廷之手，阿根廷会对智利南部形成事实上的封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智利决定先发制人，抢先在火地岛西部建立永久定居点。随着1880年该岛发现金矿，智利凭借金矿发了一笔小财，两国之间开始出现摩擦。在此之前，两国一直保持着互不侵犯的关系。此时的智利正忙于南美太平洋战争，害怕后院起火，为了安抚阿根廷，智利和阿根廷于1881年商定了在该岛的边境。根据条约，智利占有火地岛西部的2/3，阿根廷占有东部的1/3。这一部分和阿根廷本土不相连，成为了飞地。麦哲伦海峡成为了智利的内海，只留下一个出口给阿根廷。阿根廷受限于智利已经在火地岛立稳脚跟的既定事实，只得默默咽下了这口苦果。之后，由于先前的边境划界时出现了地理错误，两国发生争端，于1896年签订仲裁协议，决定请在南美颇具影响力的英国进行裁决。这次划界并没有彻底解决冲突，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埋下了更大的隐患。阿根廷虽然只获得了火地岛的一部分领土，但对于这片最南端的国土，阿根廷对此地的经营却显得异常完善。1884年，阿根廷在此地建立了政府行政机构乌斯怀亚市，并将其设立为阿根廷火地岛区的首府。随着阿根廷对当地的大量投入，这片被印第安人称作观赏落日的海湾的土地，逐渐吸引了大量国际游客。随着人类对于南极地区的探索，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逐渐成为前往南极的补给站。由于火地群岛石油的发现，原来并不重要的火地岛问题又浮出水面，阿根廷和智利的关系开始恶化。就在这一时期，随着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相继提出南极战略，先后有多个国家对南极洲的部分地区提出了主权要求。作为离南极大陆最近的陆地，火地群岛的战略地位与日俱增。阿根廷不满智利占了火地群岛的绝大部分，提出了要将一部分岛屿划归阿根廷的主张，这激化了两国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智利在火地岛附近建立了威廉斯港，试图打破乌斯怀亚港在南极基地供给的垄断地位。到1971年，两国极端紧张的局面已达到顶峰，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为了缓和两国关系，阿根廷和智利政府签署了一项仲裁协议，试图将火地岛附近有争议的岛屿提交给第三方仲裁。这次两国选定的仲裁方仍旧是英国。1977年，英国仲裁法院裁定3座有争议的岛屿归属于智利。阿根廷人拒绝承认仲裁结果，想要通过军事力量来夺得自己的权益。由于两国都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对教皇有着莫大的崇敬，一直关注两国局势的教皇约翰·保罗2世委派红衣主教安东尼奥·萨莫雷调停两国领土纠纷。此时的阿根廷国内通胀严重，经济一片混乱。新上台的加尔铁里急于发动对外战争转移矛盾，但看在教皇的面子上没有动手。他于是转头对英国发动了马岛战争。在马岛战争2个多月的时间里，智利在边境部署重兵，牵制阿根廷大量的军队，使之无法投入到马岛战场。智利还派出情报小组为英军提供阿根廷军队的信息，并允许英军使用智利在蓬塔阿雷纳斯的空军作战中心。通过这个作战中心，关于阿根廷的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这对英国人击败阿根廷军队起到了关键作用。马岛战争结束后，阿根廷面对国内国际一连串的问题，无力再同智利争夺火地群岛及附近海域，于是在1984年，双方再次坐到了谈判桌前。在教皇的调解下，位于火地岛南端比格尔水道东口的皮克顿岛、伦诺克斯岛和努埃瓦岛3岛的主权和以东3海里的领海权依旧归智利所有，但阿根廷在这一地区享有航行权和捕鱼权，并享有对麦哲伦海峡东部海域的主权。在智利领土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无疑是地理因素。
智利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制约了它的领土发展。